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，爸爸怎么还不回家啊？因为他在阿姨家。你可能已经不记得这一段课文了，但这只是因为你太久没有去回想这一段课文而已。大脑会把这段没再使用的记忆暂时封存，但只要再多看几次，我们就能重新回想起来。一样的状况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肌肉上面。太久没用的肌肉会忘记怎么处理，这种症状我们统称肌肉失忆症，常常能在神经受损或缺乏运动的人身上发现。其实最大宗发生在臀肌上的就叫臀肌失忆症。如果你经常腰痛或是膝盖痛，很可能只要帮你唤醒臀肌的记忆，就可以让关节回到正轨上，很多问题就能不药而愈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sie。我们的身体能做出各种动作，是因为大脑可以透过神经对肌肉下指令。而神经的传导就像水沟一样，经常有水流过的地方就会比较畅通，没有水的地方就会比较容易阻塞。所以经常使用的肌肉，它跟大脑之间的神经连接就会比较强，也就是水沟会比较畅通啦。这可以让大脑在最短的时间内调用最多的肌肉。像专业的运动员的神经连接一定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还要强上很多，所以他们的运动表现才能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还要优秀。反过来说，不常用的肌肉神经连接就像不畅通的水沟，只能调动少少的肌肉，表现出来肌肉的反应力、协调力和运动表现等等的就会比较差。这种神经连接传导比较差的状况，其实会出现在全身任何一条缺乏运动的肌肉上面。可是为什么臀肌却会是肌肉失忆症的重灾区呢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坐着的这个体态。只要持续坐半个小时以上，你屁股上的臀肌就会因为被压住开始缺血、缺氧，神经和肌肉慢慢的窒息，进入休眠状态。那进入休眠状态会怎么样呢？先讲一下后果。臀肌失忆症会让你下背痛和膝盖痛，而且一旦形成恶性循环，只会越来越严重，怎么按都没有用。造成臀肌失忆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腿后肌。腿后肌原本作为臀大肌的协同肌，正常来说是要帮臀大肌补力的，也就是说出力大小应该是臀大肌要大于腿后肌。但臀大肌如果因为久坐还处于休眠状态的话，这时候就变成腿后肌出的力就会比臀大肌还要多。这样的状况多发生几次，就会形成腿后肌的神经传导比臀大肌还要畅通的神经路径。刚刚那个出力顺序就会反过来，变成腿后肌大于臀大肌了。这个状况我们物理治疗师就把它叫做协同肌主导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拮抗肌太紧导致的交替抑制，这个我会在之后做影片详细说说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协同肌主导的状况。协同肌主导的状况出现之后，我们身体会有哪些变化呢？我来跟你分享物理治疗师的思路。从机制来看，腿后肌承担了原本属于臀肌的工作，会变得过度疲劳，疲劳又造成紧绷，而臀肌则因为工作量减少，不管是肌肉量还是力气，都会一天天的变小，最后退化到几乎没力的状态。臀肌一旦没力，问题就出现啦。臀肌本来的主要工作有两个，第一个是在站立的时候支撑身体，让骨盆维持在中立位，而另外一个就是让身体能用髋屈来完成往前弯的动作。在这两个基础上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臀肌一旦因为失忆症丧失了工作能力，第一个出现的状况就是站着的时候身体失去支撑，骨盆就会往前倾，或是往后倾，或是歪斜。第二个就是身体往前弯的时候，就不会用髋屈的动作，而改成用腰来弯。知道臀肌失忆症反映在身体上的体态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对应的症状，就是邻近的区域，像是下背或是膝盖周遭会开始感觉到紧绷疼痛。现在你知道造成疼痛的根本原因其实不是发生在会痛的地方，而是在你没有感觉的臀肌。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臀肌失忆症其实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，而这些后果都还达不到疾病的这个门槛，但身体会非常的不舒服，这个身体状态又叫做亚健康。而且臀肌失忆症一开始的症状非常轻微，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臀肌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了。所以接下来我要让你知道评估自己有没有臀肌失忆症的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就是 Treat Limb Test， 单脚站10秒，看看自己的身体和屁股会不会往内或往外偏移。
第二个方法是单脚抬臀，平躺在地板上，一只脚翘起来，另外一只脚脚跟往地板踩，用这个力量抬起臀部到骨盆和膝盖齐平，维持这个状态，保持脚跟出力踩地，维持10秒。如果在这10秒内你没有感觉到臀肌在出力，而是腿后太多或者是腰有紧绷感，有这2个症状的其中一个，那你可能就有臀肌失忆症咯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臀肌失忆症，也不用太担心，只要经常性的去诱发臀肌，放松周边的紧绷肌群，就能提升大脑对臀肌的控制能力，解除协同肌主导的神经路线，就能远离臀肌失忆症咯。第一个放松动作，滚筒放松。一开始，我们先用滚筒或是球放松循环不良的臀肌，把滚筒放在屁股的下方，2只手放在后面，把身体撑起来，把要放松方向的那只脚翘起来。先用大范围的前后滚动整个臀部后侧的地方。如果你在滚动的过程中有发现比较酸痛的点，可以定点左右摇晃15到20下，再换地方。滚完之后，把身体往翘脚那个方向侧，滚臀部外上缘的地方，这个位置是臀中肌，跟上一个动作一样，先大范围的滚动，比较酸痛的地方在左右摇晃，加强15到20下，左右两边执行1次，算1组，1天做3组。这滚筒放松适合在运动前做，因为有失忆症的臀肌循环和本体感觉都不太好，藉由滚筒按压的刺激，可以帮助深臀肌群的循环和促进本体感觉，能在运动前增加臀肌整体的感受度。第二个运动是前侧筋膜和髂腰肌的拉伸。高跪姿，如果膝盖会痛，可以垫一个软垫，重心移到后脚，收紧肚子，想象肚脐往肋骨靠近。这动作可以固定你的骨盆，然后屁股慢慢的往前推，注意不要变成腰椎往前拱哦，而是要用整个屁股往前推。推到底的时候，感觉到属肌前侧紧紧的，就是拉对地方喽。停留1分钟，每天做3组。臀肌失忆症最常伴随的问题就是臀肌对侧的拮抗肌太紧绷。这里有另外一个知识点，叫做交替抑制，以后我会再做一集影片来说。这里你只要先知道，我们一定要先放松髂腰肌，臀肌才会比较好诱发哦。第3个运动，臀大肌的诱发，膝盖中间绑一条弹力带，躺下。双脚弯曲45度，把脚打开到比肩膀还要宽一点，然后再把脚趾头打开大约15度，弹力带只要有感觉到中度阻力就好。这时候用脚跟往下踩的力量把屁股往上推，推到变平的就好，保持屁股不动，持续用脚跟的力量往下踩。当你感觉到臀肌开始出力的时候，就可以加上膝盖往外撑开的动作，放下。同时撑开，同时抬起，放下，反复折下。这时你就会感觉到臀肌有在燃烧的感觉了。如果你在做的时候臀肌没有感觉，代表你的臀肌睡得特别沉，别放弃，只要多做几组就会慢慢找到感觉了哦。第4个运动，臀中肌的诱发，一脚在前，一脚在后，把重量全部放在前脚上，膝盖微弯，屁股往后推，手叉腰。把前脚那边的屁股往外掉出去，这样骨盆就会变得一高一低的。再用脚跟踩地的力量把对侧的屁股推起来，重量要放在前脚上哦。熟悉这个动作之后，可以试试看，把左脚抬离地面，手可以扶墙壁或椅子来帮助身体稳定。反复折下算1组，1天做3组。你如果有感觉到屁股酸酸的，就是练对地方喽。恭喜你的臀肌终于被叫醒了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臀中肌的训练步骤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发布的假胯宽那一集的影片。第5个运动，功能性训练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换一个方向来诱发臀肌，跟刚刚的动作一样，一脚在前，一脚在后，把重量全部都放在前脚上，膝盖微弯，屁股往后推，重心放在前脚，核心收紧，身体打直，屁股往后推。反复1到2次之后，加上手的动作，同侧手往后甩，
回来的时候像跑步的准备动作一样，下去，回来。熟悉动作之后，你还可以再加一个对侧手摸脚踝，下去，回来。两侧做完12下算1组，一共执行3组。这动作是透过拉长臀肌来诱发你的本体感觉。我们在处理臀肌失忆症的时候，就是要想尽办法诱发那些失忆的臀肌。只要打断斜臀肌主导的恶性循环，就能解除臀肌失忆症带来的伤害。这集我们讲到了臀肌失忆症会让你的邻近关节，比如下背和膝盖开始紧绷疼痛。也让你知道了斜臀肌主导是怎么导致臀肌失忆症的，而且臀肌失忆症还会加剧斜臀肌主导，这样的恶性循环一定要被打破，才能从根本解决邻近关节紧绷疼痛的症状。我以前在带病患做动作控制训练的时候，发现几乎所有的患者身上都有臀肌失忆症。唤起臀肌一直都是训练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。有些病人在练完之后跟我分享，原来臀肌出力是这种感觉，他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。我们的身体其实非常聪明，总会找到最轻松、最省力的方法，但大部分能省力的方式都是用关节伤害来交换的。关节一旦磨损受伤，就真的回不去了。我真心希望看到这部影片的你都能有一个认真工作的臀肌，一个好好工作的臀肌真的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亚健康的问题。以上就是本部影片的所有内容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按个 like 让我知道，也可以把我的影片分享给那些有臀肌失忆症的家人朋友，说不定可以帮忙解决他们的问题。还没被我骗钱的，可以加个会员让我骗一下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